好，下一个问题吧。就光录这个就都能录了40分钟了，这是1集的。对想要尝试这种关系的夫妻有哪些建议？我可没有什么建议。你建议他们是玩还是不玩？是尝试这种还是不想尝试？不让他们尝试这种？如果没有很好的自控力，那还是不要尝试。大多数的，就是包括推特上太多了，好多都是丈夫在那儿想让妻子怎么着，其实很多的丈夫，主要是丈夫想让妻子参与，妻子是不同意，就不想去参与这个。所以说你们男人真的是，哎呀，我很无语。你要做的是跟那些妻子说，因为那些男的可能会把你说的话给他们妻子说。你要对那些妻子说什么？就是那些我觉得挺抗拒的，我不想出轨，我不想说跟别的男人发关系。是，那如果我这样说了，那这些男的就会赶紧拉着他的妻子下水，下水了，如果破坏了别人的家庭怎么办？你建议，你觉得是好？那你说好处和坏处吧。你这有什么建议吗？就像你刚才说的，自控能力比较差就不建议。对，就是对于夫妻双方来说，自控力都很差的人就不建议了。还有就是夫妻双方，玩这个的初衷只是为了来互相体验一下，对吧？但是不要把这个当做生活的全部。我特别反感你之前有一件事儿，就是你把这个完全当做是生活了，你把它生活化，所以我觉得我就很排斥。我觉得日常的偶尔的情绪上来了，然后玩一玩，比如说最开始的时候你想让我，你还记得吧？我们去公园玩的时候，你每次都会让我带着。就整得我最后你一说去公园我都害怕，我就不想去了。因为我觉得只要一去你就肯定有幺蛾子。对吧？但是偶尔的有这么1、2次倒是可以体验一下。就是一定不要把这种东西生活化，就是当做一个情调就可以了。我建议我肯定是帮着那些男的说话。我建议是可以尝试，但是不要太深入。除非这男的是特别的，就是深度的真实旅怒，我不是啊。我不是。我现在发现我根本就不是。你是？我比音稍微高一点。我现在对这个，除非是一个特别牛的 S 来对你进行调教，可能我会就是加入进去，会有那种代入感。他的思想最起码要，他的思想就有啊。我在网上那个推特上觉得几个还挺好的，但是你肯定不参与嘛，是吧？就是我认为比我牛的人，就是比我思想前卫的人才能引领我。如果我觉得他思想还没我开放呢，我觉得他引领不了我，这是我的观点。接着说给刚才那个问题，我建议是可以尝试嘛，不要深入，除非是特别深的。特别深的，他们深入了以后，即使说未来他妻子跟他离婚了，他也会享受其中。对。但是对于他妻子来说是一种伤害呀。那不一定啊，没准妻子跟人跑了，过上更好的生活也不一定。就是如果说是为了玩一下，浅尝辄止，就比如说你想找一个 S 或者是单男体验一下，我觉得是可以的。比如说少体验几次。但是如果说你要跟一个单男发生感情，产生感情，长期的保持一个稳定的关系的话，我觉得就会有危险。对吧？如果对方有家庭的话还好一些哈，最起码不会说牵扯我跟你离婚，我跟那个男的跑了。那单男不可能跟他媳妇离婚吧？就还是自控力，所以这个自控力不光是夫妻双方的，就是把和生活分开的。对，还得看另外一个人怎么样。还得把对丈夫的爱和对那种爱要保持平衡。
不能说这男的太好了，我太爱他了，就是恋爱脑嘛。我就要跟他在一起，怎么着？然后你老公你啥也不管了，但你不知道你老公是什么状态，那可能你不知道老公更他是不是喜欢呢。你不知道他是不是深绿。有的男的他觉得，推特上很多就觉得我已经是绿帽10级了，无10级就顶级的，我是恨不得那个让别人那个养别人孩子，然后我老婆跟我离婚怎么着，我把所有财产都给他们。但这是你真正尝试去，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。所以推特上占多大数嘛？对，所以要确定好，你刚开始的话就浅尝一下就完事儿了，不要去深入。你如果真正确定你是绿，你得要想好你未来的事，一定要想好未来的事。如果说有最坏的，就是事情已经到了那种最坏的程度了，你们该怎么办？这是要提前想好了的。当时咱们就没有想好，就突然之间出现那么一档子事儿。我刚开始跟你怎么说的？我说啊，哎呦这多好啊！你看有一男的调教你，然后还能老跟你那什么陪着你发生关系，怎么着的，对吧？然后未来以后畅想的多么美好，突然之间给你来这么一档子事儿，然后直接就崩了。虽然现在也在维持关系，但是我跟万中山是不可能。我现在跟他也不是说是讨厌他吧，我是认为他，你别老拿脚弄我，那个跟他不合适。我觉得你应该再多2男的合适了。你想的挺美的。女人需要男人的滋润。好，第2期的话题了。在绿帽关系中，最想让对方为自己做什么事儿？就是你得支持我啊，支持你。对。我是支持你啊。支持我跟万重山。我支持你跟别的男的，他也算别的男的。但我支持你的是，我希望你能，方面能有更好的人来满足，就不仅限于他，这是我希望的啊。但是我比较讨厌的就是，他买一大堆东西全扔当家，就包括今天找这东西找半天，下回少买点，别买这没用的。真是，你看咱家那一柜子全是他的玩意儿，这买东西有点太多了，而且好多都用不上，用一次就基本上下回就不用了。那不就是为了体验更多的东西吗？你还不如买点震动棒呢，到时候我都不用买了。我跟他说啊，下回买点那个1000块钱以上的震动棒啊，买10个最好，然后我就不用买了。我现在想的你可能，现在你可能不同意的我。比如说找娘啊，或者说跟那个玩跟他可以尝试一下，因为我没体验过嘛，我就想知道那个有多厉害。是这样的啊，就是如果说体验一次，然后你感觉会很好的话，我觉得你会上瘾。他是这么着说的啊，就是这东西你只要体验一次以后，你就找准了，你下回自己来就。如果说就是屏幕前的各位谁有过可以给我留言啊，就是这个东西是不是只要第一次来了，那第2次之后就会更容易的来啊？可以给我留言告诉我。你的自控力其实挺差的啊，我自控力是挺差的。对，因为我怕你对这种东西上瘾之后你就会很肆无忌惮，然后就不加控制。但是其实我有一点你可以放心，就是我比较懒。你看现在我其实可以完全每天我都可以玩，但是我就特别烦去灌肠，每一次弄之前老得去灌肠，老得去弄。虽然说我那方法很方便啊，大概有个2分钟就全干净了，但是我就懒得弄，我觉得特别费劲。弄完了以后，然后还得弄润滑，然后塞里，每次都是快到了，老感觉快到了，然后就突然之间没感觉了。我不太支持你做这种事儿，是因为我觉得他们在外面接触的人太杂太多了。首先我觉得不安全，不卫生，是，这是我最大的担心的点。
如果说你是浅浅的尝试一下，我觉得倒没有什么。但是呢，还是那句话，就是你自控力太差了。如果说你第一次跟人家接触了，你觉得人挺好的啊，你就总是这种情况啊，这人不错啊，挺好的呀，怎么着，你就会想要尝试第二次，所以甚至更多次。所以人家说那个，你一块儿过去吗？教教你啊。我不想，我觉得很尴尬。那有什么尴尬的呀？时候你怎么不觉得尴尬呀？啊？多尴尬呀！那有什么尴尬的呀？时候那一下还挺爽的。那要不然今天晚上试试？在绿帽关系中，最讨厌对方做什么事？太情绪化。情绪不稳定。上次我说我要去跟万重山见面，然后我找玩具的时候，你就很不耐烦。是因为他把好多东西都放咱家。是因为这个吗？你自己看看上回。但是别的有的时候我去的时候，就算不找东西，然后回来之后你情绪也会不太好。没有不好，我觉得还挺好的。就你只要不在家，我就挺高兴的。是吧？那我就出去租个房子住，跟人家天天在外头住着。我没有那种，没有情绪化。反正我是觉得，哎，买一大堆乱七八糟的用不上，然后又搁家里扔着。那自己家里也有很多啊，那你怎么不都扔呢？哪个？还有皮箱里边搁着，都常年都已经2、3年，那皮箱都没有打开过。当时不也跟他用的吗？你们？那没有跟他在一起的时候，你就已经买了很多东西了。所以是不是要回去把那些东西处理一下？家里真的放不下了。那就扔呗。对啊，我是觉得可以扔了。皮箱里边放2皮箱，然后柜子里边塞那么多，把一些不常用的可以扔了。我买的东西都挺贵的吧？以后500块钱以下的东西我们全扔，500块钱以上的我们全留着。所以这话是跟万中山说的，让他们别买一些廉价的东西。最想尝试的项目，我说出来会不会太 low 了呀？我跟你说过，就是，在一个酒店里，然后给绑好了，对，然后你提前在凳子上给我绑好了，然后用，然后全给塞满了，然后给嘴绑上，给你嘴也不能出声，然后就一直给我塞上，不要动我的好吗？全给塞上。然后就是把嘴也给我堵起来，然后眼睛也蒙起来，绑起来，然后用一直在震动。然后呢？然后就是你把门打开呀，就来了一个人，但这个人又得是你认识的。对，肯定得是我认识的，不能是那种别的陌生的。我会很担惊受怕，这个人卫不卫生，干不干净，有没有病。那有可能人家跟你说，比如说万中山跟你说是他，或者说是你认识的人，但实际上来了一个你不认识的，你也不知道，你只是把他当成这个人。不，我能感觉到。给你戴上耳塞子，你也不知道了就。我肯定能感觉到啊，他肯定会有一些动作吧，比如说他可能会，或者是会有一些别的接触。那也不一定。那我肯定能感觉出来是不是这个人呢？那其实你是渴望那种暴露，就是被陌生人发现的感觉，但你又不希望是陌生人，是因为你接受不了陌生人。我想的是，就是熟人，就是万重山，然后进来。那这个跟他直接摸有什么区别呀？反正我挺喜欢那种被强制怎么地，比如说摁哪儿怎么地的那种。其实你想说是陌生人，但是你又害怕。不是陌生人。你行了，我知道你想说陌生人，然后最好来好几个。你之前还跟我说呢，你想在好多人一块儿，你看那好多人在那摸来摸去的。什么呀？那是因为你给我看的那个片儿里头。对啊，然后你看完了你就说好爽。然后我会幻想，就是那种感觉会让人觉得啊挺爽的，但实际上你要真让我去操作的话，我心里头，我觉得我可能接受不了。所以下回让他试试，如果他看的话，下回就是给他绑起来，然后把你的兄弟都叫过来一块儿弄他。那我可能会哭。你不就想被强制吗？你刚才说那强制。我说的是想被他强制。就是啊，他叫的人。再说他那兄弟，你不是没见过呢。好，换一个。我还没说呢。不是，问题是什么呀？最想尝试的项目，你们聊什么呢？你说。我挺想尝试被你姐们儿发现的。那我直接告诉他不就得了？
不能是太好的，因为太好的我怕他接受不了，他突然之间觉得我靠他怎么这么变，然后他不跟你好了，那不扯了吗？那关系不就决裂了吗？为什么呀？为什么想让他们发现？我觉得这挺刺激的，是有一种羞辱感。你想让别人说你是？那我刚开始说你，你怎么？那你说能跟别人一样吗？你说我还觉得你是夸我呢。天哪，没想到啊，你竟然还有这种想法。想尝试的内容还有好多呢。啊，那你再说接下来别的，让我听听你有多夸张。就是长得很漂亮的男孩子发生关系，这是一个黄金，算一个。其实我老提，但是我又没有胆量去试的一个东西。把它割了，但是留着蛋，就是我觉得这东西特麻烦。你想尝试的这几个都挺重的，所以我都接受不了。我的口味是比较重的一些，所以我喜欢的 S 就是推特上那些 S，就是极少。有没有谁你看上的？你把名字说出来。我之前上次直播的时候说过了，说过2个。叫什么名字啊？一个是墨，还有一个叫什么 LV 什么。那不知道。你都不看，这给你看过。一个是他把他的奴就起来，然后头都剃成秃子了。你真没给我看，你要是我待会儿回家给你看了，我肯定会还有一个他那个女的纹身的那个，身上纹了好多那个羞辱性纹身那个。啊，纹身的这个你给我看了，是因为那天本来想说要纹身，然后你说哎有一个挺不错的，然后你找出来，是不是屁股上还纹了一个爱心？啊，那个对吧？然后还有一个是那个大地，但是都找不着人家，找不着他了已经，销声匿迹了。屏幕前的都听好了，这3个人都记住了啊，可以去找啊。这3个都比较重口，也不是说重口，我觉得我挺欣赏的。如果现在的你回到过去，还会尝试这种夫妻关系吧？我觉得对于现在我来说，我应该会选择吧。但是很多年以后，你要是再问我会不会选择，可能又是另一番说辞了。应该是啊。在那个时候能接受夫妻这种关系的，真是巨少。别说那个时候了，你现在能调教夫妻的都少之又少。